达摩二入四行观白话。夫入道多途，要而言之，不出二种：一是理入，二是行入。契入真道的方法有很多，简要言之，不外乎二种：一种是由理论上契入，另一种是由行为上契入。理入者，为戒教悟宗，深信含生同一真性，但为课程妄想所缚，不能显了。理论上契入指的就是透过了解教理而领悟真道，知道众生本自具足永恒的佛性，只是因为被短暂生灭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等等烦恼所障碍遮蔽了，无法显现出来。若也舍妄归真，凝住闭关，无自无他，凡圣等一，坚住不移，更不随文教，此即于理明服。无有分别，既然无畏，明知理入。如果能舍弃短暂生灭的妄想、分别、执着而回归真常，安住于一切不着的闭关境界，没有任何自他对立、凡圣分别的相对意识，坚守于这样的状态不变，更不拘泥于任何文字、语言、名相或经教，这样就符合真理的体性，和真理没有分别，寂然无为，这就是所谓的有理论契入。行入为四行，其余诸行悉入此中。何等四耶？一报冤行，二随缘行，三无所求行，四称法行。由行为上契入有四种，所有的行为都可以归入这四个种类之中。是哪四种呢？第一，报冤行；第二，随缘行；第三，无所求行；第四，称法行。云何报冤行？为修道行人，若受苦时，当自念言：我往昔无数劫中，弃本从末，流浪诸有，多起冤僧，危害无限。今虽无犯，是我宿殃，恶业果熟，非天非人所能见与，甘心甘受都无冤诉。经云：逢苦不忧。何以故？是答故。此心生时与理相应，体冤尽道，故说言报冤行。什么叫做报冤行呢？修道的人，如果在受苦时，应当思维自己从以往无量劫轮回以来，忘了人生真正重要的根本大事，而迷失在生活微末小事里，一直流浪于生死因果业海，心中常常生出抱怨和憎恨，也常常危害他人，与数不清的众生结下了无限的恶缘。现在这一世虽然没有犯错，但是以前造作的恶业已经果报成熟，现在所受的苦不是上天或是其他人给予的，要甘愿虚心忍受，没有任何怨恨和不满。经典中说逢苦不忧，为什么呢？就是因为了解受苦是因果业报的缘故，内心通达因果轮回的原理，就会与天理相应，体认冤屈的业力可以精进自己的道行，这个是所谓的报冤行。二随缘行者，众生无我，并缘业所转，苦乐其受，皆从缘生。若得胜报荣誉等事，是我过去宿因所感，今方得知，缘尽还无，何喜之有？得失从缘，心无增减，喜风不动，名顺于道，是故说言随缘行。随缘行是什么呢？知道众生没有实际的体性，是因缘和合所生，一切现象随业力所流转。人生夹杂着苦业乐业，都是由因缘和合产生。如果有了一时可以得意光荣的事情，应该知道是以前宿世累积的善因所感召，今天才有这个殊胜福报。当缘分尽了，一切又回归虚无，有什么值得高兴的呢？知道一切得失都是因缘，所以内心没有任何增减，遇喜事而不动摇，这样就暗自合乎真道，这个就是所谓的随缘行。三无所求行者，世人常迷，处处贪着，明知为求。智者悟真，理将俗反，安心无为，行随运转，万有司空，无所愿乐。功德黑暗常相随逐，三界久居，犹如火宅，有生皆苦，谁得而安？乐达此处，故舍诸有，只想无求。经曰：有求皆苦，无求即乐。判知无求真谓道行，故言无所求行。无所求行是什么呢？世间人常常沉迷于困惑的状态，什么都贪心想要，这个就是贪求。真正有智慧的人知道真理，所以行为不同于俗人，
心情保持安定，不刻意作为，生活随着因缘而随心所欲运转。了解一切万有最后回归真空，所以没有特别的愿求或意乐。短暂的光明功德和黑暗业障常常互相伴随而至，在三界里轮回久住，好像在火宅里面一样。只要有受报的幻身都是痛苦的，谁能够常常安乐自在呢？了解通达真理，就会止息妄想，无所求取。经典也说，有求皆苦，无求乃乐，所以知道无所求取，真正是合乎正道的行为，这个就是无所求行。四称法行者，性净之理，目之为法。此理众相思空，无染无着，无此无彼。经曰：法无众生，离众生垢故；法无有我，离我垢故。智者若能信解此理，应当称法而行。法体无牵，生命才行谈舍施。心无吝惜，脱解三空，不以不着，但为去垢，称化众生而不取相。此为自行，复能利他，亦能庄严菩提之道。谈诗记耳，于吾亦然。未除妄想，修行六度，而无所行，是为称法行。称法行是什么呢？自性清净的离体，称为法性。解读这个法性，完全没有一切相，更是没有任何染着，也没有一切相对的存在。经典说，法性无众生，因为本来就没有众生相的染着；法性无我，因为根本没有我相的染着。有智慧的人，如果相信理解这个道理，就应该随顺法性而行事。法性没有悭贪，身体、性命、财产都可以不施，心中没有可惜不舍，通达三轮体空，不偏移也不染着，就是远离一切染着，度化众生而不执于众生相。这样的话，既能自利，又能利他，同时还庄严了无上菩提大道。修布施是这样称法而行，其他五度波罗蜜也是这样。舍弃虚妄而修行真理，施行六度法门，但是不着相，内心无所行，这就是称法行。